好，各位好，我們來探尋一下在二子坪的一些影像，我們特別透過一些 AI 的一些手法然後做了一些處理。好，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黑材它的其實它辨識率並不高如果說當你針對所謂的open vocabulary 所謂開放式的智慧你如果只是把它標示為 Black Shiba Inu 那其他的辨識率並不高。那 person 的話，一般來講，它其實就是在傳統的 COCO 8類裡面，所以它即使說它人物很小，依然是可以辨識的非常準確，甚至到這裡都已經到90%。所以我們在之前應該有放了一個短片，是主要是我們有碰到在這個二子坪應該是大約是在這個位置吧，大約是在這個位置我們就看到有在這個林木當中，它確實是有野生的猴子那這個是當時的拍下來的照片然後上面應該不止2隻，後來我們在路上後來又發現了幾隻，所以這個應該是在這邊。然後我們主要大概是除了到達了二子坪休憩區呢，這一段路當然就是非常簡單一般就大眾性的一個行走路線。那如果說你要往所謂的大屯南峰的方向或大屯西峰的方向這邊有條小路進來，這個稍微有點像是爬山的味道所以那個就不是一般所謂的一般的非常大众化的一個路線其實也蠻大众的啦。所以大概我們在這個回程的地方大概也是在這個步道這一帶，我們大概發現的。當然就二子坪步道除了人多之外當然就是狗也蠻多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家裡面狗在這二子坪上行走所以我們也碰到了。好，所以這裡我們就碰到一隻大型的貴賓犬所以這個人的拍照剛好這個鞋子就出現。這個我們家的狗就朝着這隻大型貴賓犬往它走來。大狗有時候大狗它是会怕小狗的所以它就躲到主人的後面那這一段我們其實就是單純拍照直接用手機去拍，然後當中的故事怎麼去把它連貫，當然我們就透過Google Flow 當中的 AI 把它做一些連貫的動作。好，當然首先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你把这2張照片把它上傳上去上傳上去，然後你当然要提示詞。我們当然在這邊的話，前面當然是遠處黑材在遠處在前面嘛，然後最後到達的另外這一張，所以我們首先給一個提示詞是黑潮朝向大型貴賓犬走來，大型貴賓犬躲到主人的身後。那後面當然就是應該就是這張圖的圖檔的檔名。我們發現這個影片，牽狗的人走一走突然不見了，然後這個牽繩狗的牽繩也不見了那最後那個牽繩又出現非常奇異的一個現象所以這個在
我們一般生成式 AI 在操作的時候，其實經常會發現類似的一個現象啊。我們在這裡當然呢寫得很清楚，這裡採用的 model 是 OmniFresh 啊。那因為我們採用的是免費的版本啊，所以呢這個 logo 還是在。好，然後我們再稍微把提示詞稍微改進了一點點，我們就加了一句話：很平滑自然地產生動畫，直到大型貴賓犬躲到主人的身後。大概做這樣的一個修改。經過這樣修改之後，這個影片呢，10秒鐘的影片那短短10秒鐘而已，它就比較連貫。當然你還可以再繼續的再去調整這個部分至少就不會像前面的那樣的提示詞那麼突兀。那有產生短片之後，我們當然希望做的就是能夠透過所謂的 Euro 或 Euro 1這樣去做一個辨識。那如果一般的 Euro 它大概也只有80類Euro 1的話，它是有所謂的開放型的一個智慧但是你這個所謂的開放型智慧也不是那麼的靈光就是你必須它的分類你必須要下得非常的精準因為它是所謂的零樣本的偵測嘛零樣本的偵測有的時候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的 OK 啦。好，那在這裡我们當然之前你要當然先安裝部分，我們當然是在另外一個影片它已經有做了一個介紹。好，那所以假設我們的這個 Ultralytics 這個已經裝好了。而且裝的是所謂 GPU 版我們其實用 GPU 去跑，它還是需要一些時間10秒鐘的影片呢，其實也沒有那麼快那我們採用的 model 是這個 model Euro 1 dash 26x dash sec所以我们就用了這個 model， 它同時它也可以做所謂的實例分割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一個應用。好，所以我們當然所用的第一個版本就是我們當然就 Black Shiba Inu 我們就用一版黑柴其實我們發現改成後面這個字詞，它的效果會更好一點。然後那個大型貴賓犬，我們特別強調它的顏色，說它是棕色。其實把它定為棕色並不好，它其實很容易跟黑柴的顏色它會混淆所以產生錯誤的情況那情況就會比較多。比較適合的情況是直接把它是用黃色或奶油色的貴賓犬這樣可能會更好。好，其他有人monkey 當然是這個用到前面的。好，那還有背包。好，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在後面在它 processing 的部分也就是說你這裡面你當然是要做適當的 resize， 然後它的寬度高度這個當然沒有什麼問題。那我們呢確保它是跑 GPU 的所以我們 device 是設為等於0，那我們的顯卡是 RTX 2060其實就非常簡單的至少它還是可以跑Confidence 的部分我們就設為 0.1 你當然可以再做細微的調整。那這邊我們當然這裡是用default 的 size 所以我們這個把它注解掉。如果說你要偵測物件在影像當中很小的話，這邊你可能還是要將它的 size 標示出來。當然以我們這個影片檔來講的話，你如果設
1280的話，它其實它會運作時間會更久。Verbose 就是看設為 True， 我們其實就可以看到它實際的辨識的一個情況啊。你當然設為 False， 它就下面它就不會顯示。所以我們其實在辨識過程當中，我們會把這個它辨識的一個結果將它秀出來。因為我們是用 seq Euro 1 seq 的 model， 所以我們这件的 mask 的部分，我們把它設為 false， 不然它會另外去着色。boxes 的部分，我們當然設為 true 所以這個部分稍微留意一下。好，那如果是我們直接用黑材就用 Black Shiba Inu 的話，那實際上它在幾個這部分情況下，它其實它會誤判的像這邊它就辨識為棕色的貴賓犬這個部分貴賓犬部分倒是還好所以這邊就可能會有誤判的一個情況。好，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軟體操作的一個情形。我們直接先到Google Flow 的頁面這個我們之前做的，我們看一下這裡面它的一個簡單播放過程，我們發現人後來都牽狗的人都不見了最後這個牽繩又出現了這只有10秒鐘到那邊就不見了狗繼續走，牽繩不見，這時候牽繩又回來，所以這裡面就不是那麼 OK 那我們來看另外的後來改善的情況就好多了那至少人都還在，整個動作都蠻連貫的。好，那第二次的一個播放 OK。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我們的 Jupyter Lab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它整個的一個辨識的一個過程這裡我們當然要先匯入我們的一個軟體所謂的 Ultralytics Shift 加 Enter。那我們同時因為顯影部分是用 OpenCV， 我們也看我们 OpenCV 的版次所以都沒有問題。那我們的 model 其實容易多次使用，所以這個部分它就不必再另外去下載第一次使用它還要去下載。好，那我們第一次 run， 我們先還是照這邊的一個設定黑材的部分我們還是用 Black Shiba Inu， 貴賓犬部分呢我們還是用 Brown Poodle。好，我們測試的那個影片直接就叫 Test Poodle 就是這個從Google Flow 裡面所產生的。然後這邊我們讓它執行，然後因為我們要寫到檔案裡面嘛，所以我們這邊是用 CV2 裡面的 Video Writer。好，那寫的檔案是寫在這邊它的一個影片的一個設定下面這邊我們當然我們就是用來預設的我們不設它的 image size 如果照它原來的 size 它其實它會跑蠻慢的。好，這個部分我們就 run， 所以已經有結果其實它只有10秒鐘，很慢。誤判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誤判的一個情況特別到黑材到後面基本上都是誤判的
所以這個是它下面，因為我們 reverse 設為 true， 所以它會告訴我們大概每一幀的影格它的一個辨識的一個結果其實也花了大約40毫秒左右每一張影格。好，錯了這邊沒有打逗號，所以就造成這樣一個情況沒關係，再重來一次。這邊再來，這裡再來，好，我們再 run 一次，這次就 OK 了。因為黑彩是從遠方進入所以它如果畫面很小的地方，它其實它的辨识率並不好。如果說我們把這個 size 再把它放大，就是按照它原尺寸的當然這個時候它要跑得更慢但是我們看看，所以上面的也要再重來一次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原則上它都可以辨识得到。